你真的了解新加坡吗？大家眼中的新加坡是文明、科技和绿化结合的天衣无缝的一座奇迹城市，它以连接高校和花园城市的身份闻名世界。但你以为新加坡的生活真的就这么简单？实际却暗藏许多奇葩日常，让你惊叹不已。今天的视频，我们将带你揭秘新加坡模式下的9大奇葩日常，每一点都绝对是你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场景。第一章，新加坡奇葩穿着，人人都是包租公。新加坡的气候有多单调？镜头拉向赤道烈日，新加坡一年只有一个季节，那就是无尽的夏天。热到什么程度？哪怕你刚出门走2步，瞬间汗流浃背，完美演绎行走的蒸桑拿。这儿的气温直接决定了独特的坡岛时尚，T 恤、短裤、人字拖，这套地道穿着的标配，简直就是新加坡人的时尚圣经。女生呢，再美也扛不住热浪，最爱的还是一双忠诚的人字拖。毕竟这个坡岛国鞋不仅百搭，还能随时随地和汗水和平共处。没有一双人字拖，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新加坡生活过。第二章，新加坡奇葩早餐，甜咸冷脆软的经典。别以为吐司加鸡蛋是普通早餐，新加坡人让它成了一种艺术。新加坡国民标配早餐3件套：咖椰吐司、2颗半熟鸡蛋，再加上一杯 Kopi 或奶茶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实则内藏玄机。人家吃不是随便搭搭，而是要蘸，就是把脆脆的咖椰吐司直接往咸咸的蛋液里一浸，再一口送入口中。这种甜咸融合、冷热交叠、软硬交错的味觉炸弹，让无数食客沉沦其中。浓稠蛋液缓缓流淌过吐司，是不是觉得这早餐的吃法有点挑战想象力？第三章，新加坡奇葩饮料，怪味的白花蛇草水。如果你觉得早餐已经够颠覆了，那接下来这款饮料绝对能刷新你的3观。没错，就是号称暗黑饮品界天花板的白花蛇草水。打开瓶盖，一股难以描述的咸臭味直接钻进鼻腔，甚至有人形容喝第一口就像吞下一杯加了盐的捍卫苏打。这款令人发指的魔性饮料，居然被坡岛人奉为神药级存在，清热解毒提神，简直是护肝续命神器。就连前总理吴作栋出国访问都点名要喝它。敢挑战这款味觉地狱吗？第4章，新加坡奇葩气候，向落汤鸡低头。坡岛的天气可不仅仅是热这么简单，雨水更是自带情绪，随机切换。明明刚刚还在艳阳高照，突然一场暴雨就像泼水节一样从天而降，把人全都淋成落汤鸡。更诡异的是，新加坡的雨从来不会好好下，配上狂风撕扯，雨伞直接反向开花，场面狼狈到不行。刚刚湿透，过一会儿太阳又出现了，身上的水汽直接被热化成汗。这种矛盾天气，新加坡人都习以为常。第5章，新加坡奇葩规则，抽烟比憋尿更难。新加坡可不愧是 Fun City， 罚款的法律几乎覆盖了生活每个角落。其中最让烟民欲哭无泪的政策，绝对是禁烟规定。整个新加坡街头几乎都标着 No Smoking by Law， 可以抽烟的小黄框简直比厕所还难找。偶尔想偷偷摸摸突破一下，不好意思，罚款最高可达2000新币，一根烟直接让你钱包大出血。这样的禁烟政策让人哭笑不得，但也不得不服，新加坡就是以严格的规则赢得了世纪的称赞。你支持这种严谨模式吗？第6章，新加坡奇葩宠物，家庭动物园3巨头。住在坡岛，人和虫是无法划清界限的，家里永远都有3巨头会飞的蟑螂，总是立队巡检的蚂蚁，还有深夜发出魔性叫声的壁虎。只要家里稍有甜渣没清理，蚂蚁立刻召集大军，而壁虎总喜欢半夜突然给你来句滋滋滋，把人吓到怀疑人生。面对不请自来的奇葩宠物，新加坡人已经练就了与虫共存的生活智慧，用尽了一切驱虫方法都没用，最后只能佛系摆烂。第7章，新加坡奇葩称呼，安哥和安弟的万能密码。在坡岛，无论任何场合或者对任何人，你都可以用安哥和安弟来打招呼。小贩中心的小孩喊对面卖水果的大姐安弟，30岁的上班族管摆摊的老爷爷叫安哥。这里的称呼哲学真可谓简单粗暴。如果你喊一个60岁的女性安弟，可能对方绝对开心，认为你很有礼貌。下次来坡岛，不妨大胆试试这个万能社交密码。第8章，新加坡奇葩方言，不一样的新加坡式英语。来到坡岛，听到的可不是标准英语，新加坡人的日常对话是用一种被称为 Singlish 的语言，它融合了英语、中文、马来语和方言，有时甚至夹杂了一些独创词汇。想象一下，听别人用英语点餐，你能听懂几个词？Singlish 不仅独特，还有满满的文化归属感。不管你是外来务工者，还是地道新加坡人，张嘴就是一句 Singlish。第9章，新加坡奇葩现象，到80岁还在工作岗位奋斗。最后一点，带你了解一个令人心酸又敬佩的奇景。在新加坡街头，80岁的老奶奶推着餐车，白发苍苍的老伯在开出租车，这样的场景稀松平常。新加坡鼓励老人在就业，认为高龄劳动者仍然有社会贡献价值，但这样的现象也让人深思，是健康的老年生活，还是社保体系的无奈？你怎么看待老人工作这种社会现象？留下评论和大家一起交流吧。
新加坡的奇葩日常是魔性，是文化。或许正是这些让新加坡变得如此独特。来新加坡那些奇奇怪怪的日常奇景，你想不想亲身体验？记得点赞订阅，打开通知小铃铛，还有更多趣闻等你探索。